总裁娶了个乡下来的妻子，所有人都等着看笑话。外宾来访，公司翻译故意捣乱，我自如切换7国语言，对答如流，所有人都傻眼了。盛庭集团36楼的宴会厅灯火辉煌，水晶吊灯折射出的光芒落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像是碎了一地的星星。我站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果汁，看着满厅觥筹交错的宾客。女人们身上的礼服流光溢彩，男人们万间的手表低调奢华，每一个人都光鲜亮丽的，像是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而我穿着一件从商场打折区买来的米色连衣裙，在这群人里显得格格不入。这是我嫁给顾衍周的第3个月，也是我第一次以顾太太的身份出席盛庭集团的商务晚宴。看到没有，那个就是顾总从乡下娶回来的老婆。天哪，她那条裙子是什么牌子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听说他爸妈就是种地的，家里连抽水马桶都没有。顾总怎么会娶这种人？真是想不通。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清晰的过分。我握紧手里的果汁杯，指节微微泛白。3个月来，这种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顾衍周站在宴会厅的另一头，正和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交谈。他很高，将近1.9米的身高让他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深灰色的定制西装勾勒出宽肩窄腰的完美比例，侧脸的线条凌厉而冷峻，唇角挂着的笑意疏离又客套。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我知道他娶我是因为爷爷逼的。顾老爷子年轻时下乡插队，受过我爷爷的恩惠，临终前唯一的遗愿就是让顾衍周娶我进门。顾衍周是个孝子，即便心里1万个不愿意，还是照着爷爷的遗嘱做了。领证那天，他把结婚证随手扔给了助理，对我说了一句：住进来可以，别打扰我的生活。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苏乔，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无聊啊！一道甜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起头，看见顾衍周的秘书林薇正笑盈盈地朝我走来。她穿着一身香奈儿的粉色套装，妆容精致的像芭比娃娃。我带你去认识几位太太吧，他们都很好奇你呢。林薇伸手来挽我的胳膊，动作亲昵的像是多年的闺蜜。但我知道她不是。林薇是顾衍周从国外带回来的秘书，跟了他5年。所有人都说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如果不是我横插一脚，顾太太的位置本该是她的。好，谢谢你。我点点头，跟着他走向宴会厅中央的一群贵妇。秦太太、赵太太、周太太，这位就是我们顾总的妻子苏乔。林薇的声音甜美又得体。苏乔刚从老家过来，对大城市的社交圈还不太熟悉，各位太太多多关照哦。那几个珠光宝气的女人齐刷刷地看向我，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从头扫到脚，然后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哎呀，苏小姐，秦太太率先开口，故意没用顾太太这个称呼。哦，不对，应该叫顾太太了。顾太太这条裙子挺特别的，是什么牌子的呀？我在巴黎时装周上好像没怎么见过呢。她身边的赵太太捂嘴笑了。秦太太，你这不是难为人吗？人家刚从乡下来，哪知道什么巴黎时装周啊？也是哦。秦太太笑得更欢了。那顾太太平时都逛什么商场？银泰还是恒隆？总不会只逛菜市场吧？几个女人笑成一团。林薇站在一旁，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没有帮我说一句话。我知道她在看我的笑话，想看我难堪，想看我在这群女人的围攻下落荒而逃。但我没有。
秦太太说的没错，我确实经常逛菜市场。我平静的开口，声音不大，却足够让周围的人都听清。不过秦太太可能不知道，全城最新鲜的有机蔬菜不在银泰，在城东的农夫市集。您家厨师要是换到那边采购，您先生的高血脂说不定能好得快一点。秦太太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你怎么知道我先生有高血脂？上个月秦太太在微博晒过您先生的体检套餐，话题标签是老公你要注意身体啊。我笑了笑，我只是刚好看到了。秦太太的脸色变了，其他人也不笑了，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审视。赵太太清了清嗓子，换了个方向攻击。顾太太平时有什么爱好吗？我们平时会约着听听音乐会，看看画展什么的。顾太太要是有兴趣，也可以一起来。哦，对了，下周有个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门票还挺抢手的。顾太太要一起去吗？这话问得很有技巧。维也纳爱乐的门票动辄上万，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到。他料定我不懂这些，故意给我设套。谢谢赵太太的好意，不过下周我可能没空。我客气的回绝。怎么，顾太太不喜欢古典乐？赵太太故作惊讶，那平时都听什么？不会是爱情买卖吧？又是一阵哄笑。我倒是挺喜欢爱情买卖的，我面不改色。不过赵太太既然提到了古典乐，我倒是想请教一下，您觉得马勒第5交响曲第4乐章和第6交响曲的行板乐章，哪个更适合作为入门推荐？赵太太的笑容彻底凝固了，她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因为她根本分不清马勒第5和第6有什么区别。她所谓的听音乐会，不过是坐在 VIP 包厢里拍照发朋友圈而已。苏乔，你还会这些呢？林薇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意外。在老家无聊的时候看过几本书，我淡淡的说。林薇深深的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多了一抹警惕，但很快她又恢复了那副温柔得体的笑容。看来苏乔比我们想象的有意思多了。对了，听说你以前学的是护理专业，在县医院当过护士。这句话一出来，周围几个太太立刻露出了原来如此的表情。在这个圈子里，女人的价值是用出身、学历、家世来衡量的。一个县城护士，即便成了顾太太，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麻雀飞上了枝头，但终究还是麻雀。是，我没有否认，在县医院急诊科干了2年。急诊科？秦太太又活过来了，夸张的捂住嘴，那得多辛苦啊！天天跟血啊、伤啊打交道的，确实辛苦。我点点头，最忙的时候，一个晚上要接10几个病人，车祸的、打架的、喝农药的，什么都有。不像各位太太，最大的烦恼就是今天背哪个包。不过话说回来，秦太太，您左手手腕应该动过手术吧？恢复期最好不要戴太紧的镯子，容易压迫齿神经。秦太太下意识地捂住左手手腕，脸色变了又变。她的手腕确实动过手术，是去年在瑞士滑雪时摔伤的。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对外说过，因为怕被人笑话年纪大了还去滑雪出洋相。你怎么知道的？她压低声音问。刚才您端酒杯的时候，手腕活动度不太自然，而且刻意避开了手镯的压迫点。这个细节在急诊科见得太多了。我同样压低声音回答他，建议您换一个开口式的手镯，或者戴到右手。秦太太怔怔地看着我，表情复杂。这时候，宴会厅门口忽然传来一阵骚动。顾总来了。
顾总今天还是那么帅。他旁边那个是谁？新助理吗？好漂亮。我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心脏猛地一沉。顾衍周正站在宴会厅入口，臂弯里挽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穿着一身宝蓝色的深 V 长裙，大波浪卷发披散在肩上，五官明艳的像电影明星。她贴在顾衍周身边，仰着头跟他说着什么，笑得风情万种。而顾衍周也没有推开她，甚至他的嘴角还挂着难得的笑意。那是谁？我听到旁边有人小声问。沈若琳，财经周刊的首席记者，听说是顾总的老朋友了。什么老朋友？是前女友吧？真的假的？那顾太太几道目光若有若无地飘向我，带着同情、嘲讽、幸灾乐祸。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反应，等着看我这个乡下妻子怎样在丈夫和他的绯闻女友面前出丑。林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压低声音说：苏乔，你别多想啊。若琳姐是顾总工作上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只是朋友。嘴上说着安慰的话，眼睛里的幸灾乐祸却藏都藏不住。我放下手里的果汁杯，深吸一口气。3个月了，从我踏进顾家大门的第一天起，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婆婆觉得我上不了台面，小姑子嫌我给她丢人，公司的员工在背后议论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整个上流社会的太太圈都拿我当茶余饭后的笑料。而顾衍周，我名义上的丈夫，从来不曾为我说过一句话。够了，真的够了。我抬脚朝门口走去，林薇在身后轻声叫了一句苏乔，语气里带着警告。我充耳不闻，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一只手忽然从旁边伸出来，牢牢地握住了我的手臂。去哪儿？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在头顶响起，带着一丝不悦。我抬起头，正对上顾衍周那双深邃如夜空的眼眸。他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的？去跟你的合作伙伴打个招呼。我怔了一下，没睁开。不必。他的声音很淡，手臂却像铁钳一样箍住我的腰，将我整个人带进了怀里。沈记者今天来是谈下个月的专访，不是来叙旧的。你确定他知道你们只是谈专访？我被他按在怀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雪松香气，心跳莫名加速。顾衍周低下头，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微微眯起眼睛。苏乔，你这是在吃醋？我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去找他？我只是想。我顿了顿，把到嘴边的宣誓主权咽了回去。我只是想去洗手间。顾衍周的嘴角微微上扬，那个弧度似笑非笑，带着一种看透一切的从容。洗手间在左边，你走的方向是右边。我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候，沈若琳端着2杯香槟走了过来。她走路的时候腰肢轻摆，宝蓝色的裙摆在地上摇曳生姿，像一条优雅的美人鱼。衍周，这位就是苏乔吧？他把一杯香槟递给顾衍周，目光却落在我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然后露出一个完美的微笑。久仰大名，我叫沈若琳，是衍周的老朋友了。他故意在老朋友3个字上拖长了音调，意思不言而喻。沈记者好。我点了点头，不卑不亢。苏乔别这么生分嘛，叫我若琳就好。沈若琳笑着说，听说你是从云台县来的。我去年刚好去那边做过一期扶贫专题报道，那个地方确实挺……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挺质朴的。质朴，多么高明的词汇，既点明了我的出身，又显得自己善良体贴。云台县这几年发展得很好，
审记者再去的话，可能会认不出来了。我笑着回答，不过我倒是对审记者做的那期扶贫专题有点印象，好像后来被爆出数据造假，节目被勒令整改了。沈若琳的笑容瞬间僵住了，那确实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污点。当年的扶贫专题因为夸大其词、数据造假被停播整改，他从电视台跳槽到纸媒也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他以为过去这么多年没人会记得，却没想到被我当众翻了出来。苏乔的记性真好。沈若琳很快调整了表情，但眼底的笑意已经冷了几分，看来在乡下待着也没耽误关心时事。是啊，乡下没什么娱乐，只能多看看新闻了。我面不改色，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周围的人都在偷偷观望这出好戏，期待着我这个乡下妻子在沈若琳面前原形毕露。林薇已经悄悄退到了人群后面，嘴角弯起一个看好戏的弧度。顾衍周站在我和沈若琳之间，手里攥着那只香槟杯，表情看不出喜怒。就在这时候，宴会厅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舞台上的大屏幕亮起。各位来宾，欢迎来到盛庭集团年度慈善晚宴。主持人站在台上，声音响亮。在晚宴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特别环节，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影片。那是一个乡村小学的纪录片。破旧的校舍，缺腿的课桌，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脸，画面切换之间，旁白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这所学校有多么贫困，多么需要帮助。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几位来自云南山区的彝族小朋友，他们将为各位来宾献上一首原生态的山歌。几个穿着民族服饰的孩子怯生生地走上台，最大的不过10来岁，最小的看着才6、7岁。他们站在璀璨的灯光下，手足无措地互相推搡着，眼神里全是紧张和不安。台下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的是漫不经心的交谈声。没有人真的在意这几个孩子，他们对这些富商名流来说，不过是一道开胃的小菜，一个用来彰显慈善的道具。好可爱的小朋友啊！秦太太夸张地拍着手，快唱快唱，让我们听听山里娃的歌声。孩子们开始唱了，但那不是一首完整的歌，他们用彝语唱着，声音很小，调子也不齐，显然是被临时拉上台的，根本没有排练过。唱到一半，最小的那个女孩忽然忘了词，站在台上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眼看就要哭出来了。台下响起了几声轻笑。怎么回事啊？都没排练好就上台，这种节目有什么好看的？算了算了，就当是看个新鲜。主持人也有些尴尬，正想打圆场让孩子们下台，一个突兀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别走！我几乎是冲上舞台的。在所有宾客惊讶的目光中，我蹲在那个快要哭出来的小女孩面前，用彝语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别怕，姐姐跟你一起唱。小女孩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台下的嘈杂声忽然安静了一瞬，我站起身来，牵着小姑娘的手，用彝语起了个头，唱起了那首他们没能唱完的山歌。那是我在云台县医院实习时，跟着一位彝族老阿妈学会的。调子很老很老，歌词也很简单，翻来覆去就是几句祝福的话。几个孩子听到熟悉的旋律，眼睛一下子亮了。他们跟上我的节奏，声音越来越大，稚嫩的脸庞上重新绽开了笑容。清脆的童声在整个宴会厅里回荡，像山涧里最纯净的泉水。台下彻底安静了，所有人都呆愣地看着舞台上这一幕。那些见惯了世面的富商名流，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豪门太太，此刻全都张大了嘴巴，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我余光扫过台下，看到秦太太手里的酒杯差点摔在地上，赵太太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林薇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而沈若琳，她手里的香槟杯已经倾斜了，酒液洒在裙摆上，她却浑然不觉。只有顾衍舟，他站在原地，端着酒杯，一顺不顺地看着台上的我。那双一向冷淡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燃烧。歌唱完了，宴会厅里安静了足足5秒钟，然后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次不是礼节性的稀稀拉拉，而是真心实意的震撼和赞叹。天哪，他居然会说彝语！那个发音好标准啊，唱的也太好了吧！不是说是乡下来的吗？怎么会这些？等等，刚才他对秦太太那段，好像还懂古典乐和医学。议论声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来，但这一次目光不再是嘲讽和轻蔑，而是震惊和好奇。我蹲下身，摸了摸小姑娘的头，用汉语说：“你们唱的特别好，谢谢你们。”几个孩子拉着我的手不肯放，用彝语叽叽喳喳的说着什么，大概是在问我为什么也会说他们的话。我笑着跟他们聊了几句，然后让工作人员带他们去休息室吃东西。等我直起身来，准备从侧台下去的时候，一只手忽然从台阶下伸了过来，是顾衍舟。他站在舞台边，微微仰头看着我，一只手伸向我，表情还是那副冷淡的样子，但嘴角的弧度却比刚才柔和了许多。下来，他说，语气不容置疑。我犹豫了一下，把手递给他。他的手掌温热而有力，握住我时微微收紧，像是要把我拉进他的领地。你还会彝语？他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会一点点。一点点。他挑眉，你带着一群孩子唱完了一整首彝族山歌，叫一点点？就是一首歌而已，不难。顾衍舟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短到只有1-2秒钟，却像冰面上的第一道裂纹，透出底下汹涌的暗流。苏乔，他说，你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沈若琳就端着一杯新的香槟走了过来。她的表情已经恢复了优雅从容，但握住酒杯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出卖了她的不甘心。苏乔真是让人意外呢。他笑盈盈地说，没想到顾太太还多才多艺。不过唱山歌这种事确实挺适合你的。言下之意，你也就配唱山歌了。谢谢沈记者夸奖。我真诚地看着他，其实我还会很多别的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慢慢展示。沈若琳的笑容再次僵住。顾衍舟忽然伸手揽住了我的腰，动作很自然，像是做过千百次一样。饿了，他低头对我说，陪我去吃点东西。然后不等我回答，他就搂着我穿过人群，在所有宾客目光的追随下，把我带到了自助餐区。吃什么？他问。你不是说你饿吗？我不饿。他拿起一个盘子，开始往里加东西，动作熟练的不像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但你应该饿了。整个晚上你只喝了一杯果汁。我愣住了。他注意到了。三文鱼还是牛排？他回头看我。三文鱼。他把一片三文鱼放到盘子里，又加了几块水果，然后递给我吃。我接过盘子，小声说了句谢谢。他靠在餐桌边，双臂环抱，就这么看着我吃。周围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们身上。所有人都看到，那个从来不苟言笑的顾衍舟，此刻正耐着性子陪他的乡下妻子吃东西。顾衍舟，
我忍不住开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做什么？当着这么多人对我好。我低头戳着盘子里的三文鱼，你不是一直觉得我给你丢人吗？沉默了几秒钟，苏乔，他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我从来没有觉得你给我丢人过。我抬起头看他，他的表情很认真，认真的不像是在敷衍我。那你为什么？我只是不喜欢被安排。他打断我，眼神微微暗了暗。爷爷临终前把你塞给我，公司里那些老家伙天天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整个圈子都在等着看顾家的笑话。我越是表现出在意你，他们就越会觉得有机可乘。我愣住了。他是在解释。3个月来，他第一次跟我解释他的想法。所以你的冷漠是在保护我？不全是。他坦诚的让我意外，更多的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你闯进我的生活太突然了，我需要时间来适应。我的心忽然跳得很快。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顾衍周的助理陈瑞快步走过来，脸色不太好看。顾总，出了点状况。说，下周3的外宾访问团，翻译组的韩组长急性阑尾炎住院了，他手底下的2个同声传译也都被临时抽调走了。外事办那边刚发来确认函，访问团规模比预期大了1倍，7个国家的代表都有。我们现在只剩下2个英语翻译，其他语种全都空了。顾衍周的眉头皱了起来。外包公司呢？联系过了，时间太急，能调来的人手最多撑3个语种。而且陈瑞顿了顿，而且他们报价翻了5倍。那就翻。顾衍周语气冷硬，下周3的访问关系到东南亚分部的落地，不能出任何差错。可是就算不计成本，小语种翻译也不是用钱就能立刻找到的。这次外宾里有塞尔维亚的商务参赞，还有土耳其的代表，这2种语言全国能做的同声传译加起来不超过10个人，其中一大半都在北京、上海。顾衍周的眉心越皱越紧。我站在旁边，安静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塞尔维亚语和土耳其语确实是小语种中的小语种，临时找翻译的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顾总，还有一件事。陈瑞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林秘书说，他认识一个翻译公司的负责人，可以优先给我们调人，但条件是下个月的专访独家授权给他朋友所在的媒体。顾衍周的眼神冷了下来。林威让你来传话的。他只是提了一嘴，告诉他盛庭的专访不给任何人独家。顾衍周冷冷地说，翻译的事你继续找外包，费用不用省。可是这样下去，陈助理。我忽然开口，把2个男人都愣了一下。访问团的具体名单有吗？我问，我想看看都有哪些国家的代表，每个人的母语是什么。陈瑞看了顾衍周一眼，见他没有制止，便把手机递给了我。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名单，塞尔维亚、土耳其、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加上2个英语国家，一共7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塞尔维亚语和土耳其语是最棘手的。如果找不到足够的翻译，会议可以改成交替传译吗？我问。不太可能。陈瑞摇头，外事办那边要求同声传译，设备都已经架设好了，而且交替传译太费时间，原定2小时的会议可能拖到4个小时，外宾后续还有别的行程。我把手机还给陈瑞，想了想，然后做了一个决定。我来吧。2个男人同时愣住了。你说什么？顾衍周以为自己听错了。我说，翻译的工作我来做。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日语、韩语、德语、法语、英语，7个语种，我都可以做同声传译。陈瑞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顾衍周盯着我看了很久，目光锐利的像要把我整个人剖开来看透。苏乔，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我能听见。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可以。我深吸一口气，顾衍周，我知道你不相信我。3个月来你不了解我，这不怪你。但请你给我一个机会。下周3是盛庭今年最重要的商务活动，如果因为我搞砸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顾衍周没有说话，他就这么看着我，眼神里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顾总，那个，陈瑞艰难的开口，夫人说的这些语种加起来得有7种语言了，这怎么可能？去准备会议材料。顾衍周打断了他，眼睛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半分。明天早上让他示意。第2天早上7点，我被陈瑞接到了盛庭大厦。顾衍周已经在36楼的会议室里等着了。他坐在长桌的主位上，面前摊着一沓资料，旁边坐着2个中年男人，看起来是翻译公司的考官。顾总，真的要这样吗？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迟疑地问，您说的人就是顾太太？对。顾衍周言简意赅。2个考官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他们大概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给总裁夫人当考官，这个度怎么把握？正常考。顾衍周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想法，语气淡漠，不要因为他的身份放水，如果水平不够，直接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该多严格就多严格，别留情面。我深吸一口气，在长桌的另一端坐下来。夫人，那我们开始了。戴眼镜的考官清了清嗓子，先用法语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3分钟左右。法语。我点点头，张口就来。Bonjour, je m'appelle Suchiel。3分钟后，2个考官的表情从不以为然变成了认真起来。接下来是德语，请听一段录音，然后用德语总结核心观点。考官按下了录音笔。一段关于欧盟贸易政策的德文报道在会议室里响起，语速很快，夹杂着大量专业词汇。我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捕捉每一个音节，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节拍。录音结束，我睁开眼，用德语开始总结，从核心观点到论据链，再到政策背景，一条一条梳理得清清楚楚。2个考官的眼神已经变成了震惊。韩语、日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每一个语种切换之间，考官的震惊就加深一层。当我说完最后一句塞尔维亚语的即兴翻译时，整个会议室安静的落针可闻。戴眼镜的考官摘下眼镜擦了擦，戴上又摘下擦了擦。另一个考官翻开我的简历，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仿佛在确认眼前这个人是不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顾总，戴眼镜的考官终于找回了声音，转向顾衍周，夫人的语言能力远超我们的预期。如果非要打分的话，7个语种全部达到了专业同传水平。尤其是塞尔维亚语这种小语种，在国内能达到这个水准的，一只手数得过来。顾衍周坐在主位上，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但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那双一向冷峻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剧烈的翻涌。他大概是这辈子第一次这样认真的看我。你们先出去，他说。2个考官如蒙大赦，飞快地收拾东西离开了会议室。
门在身后关上的瞬间，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顾衍周2个人。他站起来，绕过会议桌，走到我面前。7年，他开口，声音低沉。你在老家待了7年，中间有2年在县医院当护士，3年在镇上药房上班，还有2年在村里照顾你生病的父亲。我点点头，没错。你的履历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你会7国语言。你查过我？我微微挑眉。结婚之前，陈瑞给我看过你的资料。顾衍周不置可否，资料上写的是云台县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毕业，英语水平一般，仅此而已。资料没有错，我确实是卫校护理专业毕业的，英语也确实只考过了4级。那你现在是怎么回事？我看着他，忽然笑了。顾衍周，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不了解我，不是因为我没有值得了解的地方，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了解我。他的瞳孔微微收缩。3个月的婚姻，你问过我什么？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知道我的生日是哪天吗？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去县医院急诊科，而不是留在镇上的卫生所吗？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连自己都觉得意外。你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根本不关心。顾衍周沉默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沉默。所以我站起来与他平视。周3的翻译工作，你信得过我吗？他看着我的眼睛，那双深邃如夜空的眼眸里倒映着我的脸，倒映着窗外的晨光。信，他说，就1个字，却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在我心里激起层层涟漪。翻译组组长韩志明住院的消息在盛庭内部传开时，大家都以为公司会从外面高价聘请翻译团队。毕竟外宾访问这种级别的活动，翻译是重中之重，半点马虎不得。然而当周3早上，陈瑞把最终确定的翻译名单发给行政部时，所有人都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同声传译名单上怎么会有苏乔的名字？苏乔，那个顾总从乡下娶回来的老婆。开什么玩笑？7个语种的全场翻译都由他一个人负责，疯了吧？这是要毁了这次访问吗？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栋大楼，从36楼的总裁办到1楼的前台，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个荒谬的人事安排。顾衍周的小妹顾以宁是第1个冲进总裁办公室的人。哥，你是不是疯了？顾以宁把手机拍在办公桌上，屏幕上正是那份翻译名单。你让苏乔做翻译？你是嫌我们顾家还不够丢人吗？顾衍周正在翻阅文件，头也不抬。他可以胜任，可以胜任。顾以宁的声音拔高了8度。他一个县城护士，拿什么胜任？你知道这次来的都是什么人吗？塞尔维亚的商务参赞，土耳其的贸易代表，日本经团联的理事，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能在国际上说得上话的人物。你让他一个乡下来的去给他们当翻译？她是我妻子。可他，以宁。顾衍周终于抬起头，目光冷淡而凌厉。这件事已经决定了，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可以出去了。顾以宁气的脸都红了，他狠狠跺了一下脚，转身摔门而出。但他不是唯一一个来找顾衍周的人。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副总裁张正红来过，海外事业部总监来过，甚至连行政总监都壮着胆子来表达了担忧。所有人的意思都差不多，让完全没有翻译经验的顾太太担此重任，风险太大了。顾衍周的回答统统只有一个：我相信他。这4个字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
我正在翻译准备室里做最后的准备。会议材料我已经看了整整3天，每一个专业术语，每一处文化禁忌，每一位外宾的背景资料，我都烂熟于心。夫人，你真的可以吗？陈瑞站在门口，脸上写满了担忧。现在换外包团队还来得及，虽然人手不足，但至少陈助理。我合上手里的文件夹，对他笑了笑，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上午9点50分，外宾车队抵达盛庭大厦。我站在同声传译的隔音间里，透过玻璃看着楼下依次停下的黑色轿车。塞尔维亚的商务参赞米哈伊洛先生，土耳其贸易代表埃尔多安先生，日本经团联理事田中先生，韩国商贸协会的金会长，每一个都是在国际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被迎进大楼的时候，我戴上了耳机，调整好麦克风的位置。心跳有一点快，但手是稳的。苏乔，你紧张吗？传译间里只有我和设备，但我仿佛听到有人在这样问我。紧张吗？或许有一点吧，但更多的是期待。7年了，我藏了7年的锋芒，今天终于可以亮出来了。10点整，会议正式开始。顾衍周作为东道主致欢迎词，他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低沉而有力，透过电磁波的转换，带上了一丝金属质感。我闭上眼，集中全部注意力，开始同声传译。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日语、韩语、德语、法语、英语7种语言在传译间里自由切换，像7条不同颜色的丝带在我手中翻飞。当我说出第一句塞尔维亚语的时候，米哈伊洛参赞微微睁大了眼睛，显然没有想到东道主这边准备了母语翻译。当我在土耳其代表发言后，用带着伊斯坦布尔口音的土耳其语精准传达他的意思时，埃尔多安先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当日本经团联的田中理事听到我用标准的东京腔日语复述顾衍周的答词时，他连连点头，甚至轻轻鼓了一下掌。传译间外面，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在悄然变化。盛庭集团的高管们坐在后排，表情从最初的紧张和怀疑变成了难以置信的震惊。天哪，他真的会塞尔维亚语？不止，刚才那段土耳其语也说得好流畅。这真的是顾总的夫人吗？那个传说中的乡下女人？不可能吧，这水平比专业的还专业。林薇坐在后排角落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今天这场会议本来有一个环节是让翻译组的成员展示能力，他特意安排了公司最好的2个英语翻译上阵，就是想在顾衍周面前压我一头。可他万万没想到，整场会议的传译工作居然全被我一个人包了。更让他崩溃的是，当日本代表田中理事突然抛出一个关于日本外汇及外贸法修订条款的问题时，公司的2个英语翻译面面相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而我在隔音间里面不改色地用日语流利回答了这个问题，甚至还补充了修订案对中日贸易的具体影响数据。田中理事当场就竖起了大拇指，转头对顾衍周说：“顾总，贵公司的翻译非常专业，连我们的法务细节都了解得这么清楚，太让人佩服了。”顾衍周微微侧过头，目光越过会议室里的所有人，看向传译间的方向。隔着一层玻璃，他看不清我的表情，但我知道他在看我。那双一向冷淡的眼睛里，此刻燃烧着前所未有的灼热光芒。会议进行到中途，出现了意外状况。韩国商贸协会的金会长在讨论合作细节时，忽然说了一句非常地道的釜山方言。这句话的意思很微妙，
用标准韩语表达是一回事，用釜山话表达又是另一回事，里面夹带着一种半开玩笑的试探意味。如果是普通翻译，大概率会把它当成标准韩语来直译，那样就会漏掉金会长话里隐含的弦外之音。但我在云台县医院实习的时候，带我的护士长就是釜山人。那2年里，我跟他学了一口地道的釜山话，连语调都模仿得一模一样。于是我用同样带着釜山口音的韩语回答了金会长的问题，不仅接住了他的试探，还巧妙地把他藏在玩笑里的合作意向翻译给了顾衍周。金会长愣了2秒钟，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桌子对顾衍周说：“你这个翻译不得了，不得了！他比我公司里的韩国人还会说釜山话。”整个会议室都笑了，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顾衍周也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疏离的浅笑，而是一种带着骄傲的、真正的笑容。他转过头，再次看向传译间的方向。这一次，隔着玻璃，我看到他的嘴角微微弯起，对我做了一个口型。厉害2个字，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中午12点半，比原定时间还早了15分钟。因为7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全部由我一个人完成，不需要切换翻译的衔接时间，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效率出奇的高。外宾们鱼贯而出，每个人经过传译间时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米哈伊洛参赞甚至特意停下来，用塞尔维亚语对我说了一句：“你是我在中国遇到过的最好的塞尔维亚语翻译。”我用塞尔维亚语回答他：“谢谢您的肯定，欢迎您再次访问中国。”埃尔多安先生则直接对顾衍周说：“顾总，这样的翻译人才你一定要留住。如果哪天他想来土耳其工作，我第一个给他发 offer。”顾衍周微笑着回答：“他不会去的，她是我太太。”埃尔多安惊讶地挑起了眉毛，然后大笑起来，拍了拍顾衍周的肩膀。原来如此，顾总好福气。外宾们离开后，会议室里的盛庭高管们还呆坐在原地，表情像是集体做了一场梦。副总裁张正红摘下眼镜擦了又擦，海外事业部的总监张着嘴合不拢，行政总监手里的笔记本掉在地上都忘了捡。而林薇，她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她坐在椅子上，手指攥紧了裙摆，指节泛白。只有陈瑞是最快回过神来的。他快步走向传译间，帮我打开门，毕恭毕敬地弯下腰：“夫人，您辛苦了。”我从传译间里走出来，连续2个多小时的高强度同声传译让我的腿有些发软，但精神却前所未有的亢奋。走廊的另一头，顾衍周正朝我走来。他脱了西装外套，只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口随意地卷到小臂，领带也松了2分。他走路的样子和平时不太一样，步幅更大，脚步更轻快，像是卸下了什么沉重的东西。他在我面前停下来，我们之间只隔着半步的距离。苏乔，他叫我的名字。然后在所有盛庭高管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顾衍周弯下腰，单膝跪在我面前，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一条平底鞋。那是我今早放在玄关的平底鞋，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带出来的。你穿了4个小时的高跟鞋，他说着，动作自然地托起我的脚，替我解开高跟鞋的扣带，换上平底鞋。医生说久站对腰椎不好，以后这种场合穿平底就行，没人敢说你。我的眼眶忽然有一点酸。3个月来，这是第一次。他第一次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我是他的妻子。
顾衍周。我的声音有一点哑。你怎么知道我的鞋码？他抬起头，嘴角弯起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那个笑容里有种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温柔。你搬进来第一天，鞋柜里所有的鞋都是这个码。他记得，他居然记得这种细节。走廊里安静极了，所有高管都屏住了呼吸，看着他们那个一向高高在上的总裁，单膝跪在地上，给他的乡下妻子换鞋。这一幕和3个月前形成了某种奇妙的映照。3个月前，他们在私底下嘲笑这个乡下女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3个月后，天鹅单膝跪在地上，虔诚地拖着癞蛤蟆的脚。我忍不住笑了。顾衍周，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认真。苏乔，从今天起，谁敢笑话你，就是笑话我。那场会议结束后，我在盛庭集团的待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进公司，前台只会客气地点点头，嘴角的笑容敷衍的不能再敷衍。现在他们看到我，会站起来毕恭毕敬的鞠躬，声音甜美的能挤出蜜来，夫人早上好。以前公司的食堂阿姨给我打菜都是敷衍了事，汤里的料稀稀拉拉几片菜叶子。现在她看到我来了，会特意把留好的小灶端出来，排骨挑最大块的给我，还附赠一碗特制的滋补汤。以前同事们在电梯里遇到我，眼睛都盯着天花板，假装不认识。现在他们争先恐后的按着电梯门，笑得像朵花一样。夫人您先请，夫人您慢走。最夸张的是市场部的张总监，以前在走廊里遇到我都是鼻孔朝天直接无视，今天居然专门跑到我面前，90度鞠躬说了一句夫人辛苦了，吓得我差点以为他吃错药了。这就是人性，当你被看不起的时候，你的每一个优点都是运气好；当你被看见的时候，你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实至名归。顾衍周的妹妹顾以宁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她今天没来公司，等她看到公司群里疯传的视频片段时，整个人都炸了。视频是海外事业部的小王拍的，画面里我正在同声传译，7种语言来回切换，行云流水，毫无卡顿。韩国金会长拍着桌子哈哈大笑的画面也被拍进去了，连他说的话都被配上了字幕。你这个翻译不得了，比我公司里的韩国人还会说釜山话。顾以宁把视频反反复复看了3遍，然后一个电话打到了顾家老宅。妈，你看到了吗？顾母沈丽华正在做美容，懒洋洋的应了一声。看到什么？苏乔，那个苏乔，他会7国语言。顾以宁的声音又尖又急。今天公司来外宾，他一个人做了7个语种的同声传译，所有人都惊呆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你说什么？沈丽华的声音一下子变得认真起来。是真的，公司群里都传疯了。视频我都发给你了，你快看。沈丽华挂了电话，打开微信，点开女儿发来的视频。美容师还在给她敷面膜，就听到这位素来金贵的顾太太发出了一声不可思议的惊呼。这是苏乔。视频里的女人穿着一身裁剪合体的职业装，坐在同声传译间里，嘴皮子翻飞如电，各种语言张口就来。镜头推进时，能清晰地看到她的侧脸，确实是那个她3个月来从不拿正眼瞧的儿媳妇。沈丽华的面膜差点掉下来，她立刻拨通了顾衍周的电话。衍周，你媳妇会7国语言的事，你怎么从来没跟妈说过？顾衍周正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听到母亲劈头盖脸的质问，
淡淡的回了一句：“你也没问过。”沈丽华被噎了一下，恼怒道：“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藏着掖着？”妈，我没有藏着掖着。顾衍周放下笔，语气平静：“只是这3个月来，你们从来没有给过他开口的机会。”沈丽华沉默了，因为儿子说的是实话。这3个月里，苏乔在顾家是什么待遇，他比谁都清楚。每次家庭聚餐，苏乔都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没有人主动跟他说话。偶尔他开口想加入话题，也会被轻飘飘的忽略过去。沈丽华自己就无数次用“你不懂这些”来打断苏乔的话。他以为苏乔不说话是因为什么都不会，现在才知道人家是不屑于说。周五晚上家庭聚餐，你带他回来。沈丽华的声音变了变，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我要好好跟我这个儿媳妇聊聊。挂了电话，顾衍周靠在椅背上，嘴角微微弯起，手机又震动起来。这次是他的姑姑顾兰芝。衍周，听说你媳妇会说塞尔维亚语。顾兰芝的声音又急又兴奋，快把她电话给我。我们社科院正好缺一个塞尔维亚语的研究员，这种小语种太难找了，我们招了3年都没招到合适的人。顾衍周笑了笑：“姑姑，他不去社科院，他在我这儿上班。你给他开多少钱？”我们翻倍。她是我太太，不需要领工资。那借调也行，就借3个月，看他的意愿。顾衍周说：“他想去的话，我不拦着；他不想去的话，姑姑你也别拿长辈身份压他。”顾兰芝沉默了片刻，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衍周，你变了。”哪里变了？以前提到苏乔，你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现在你居然会说看他意愿这种话了。顾兰芝笑了一声：“看来我这个侄媳妇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顾衍周没有否认，他挂了电话，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36楼的视野极其开阔，整个城市的天际线尽收眼底，阳光铺在玻璃上，映出他挺拔的身影。他想起今天早晨苏乔在传艺间里的样子，不只是今天早晨，他想起3个月来的无数个细节。他搬进来的第2天就把整个别墅的收纳系统重新整理了一遍，井井有条的，让他这个强迫症都挑不出毛病。他做的饭菜永远是最合他口味的咸蛋，他没有告诉过他，但他就是知道。他在花园里种的那些花草，每一株都生机勃勃，连他请的园艺师都夸他比专业的人还会养花。这些细节他一直看在眼里，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意味着什么。也许不是没有想，是不敢想。他害怕自己一旦开始在意，就会让爷爷的安排得逞。他抗拒被安排，抗拒被掌控，于是把这种抗拒转移到了苏乔身上。可事实证明，他从来不是谁的安排，他就是他自己，一个闪闪发光的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女人。周五晚上的家庭聚餐定在顾家老宅，这是一栋民国时期留下来的洋楼，3层高，院子里种着几棵上百年的桂花树，一到秋天香飘10里。我跟着顾衍周走进饭厅的时候，长桌上已经坐满了人。顾母沈丽华坐在主位旁边，穿着一身墨绿色的旗袍，手腕上的翡翠镯子成色极好。顾以宁坐在他旁边，看到我进来，表情微妙的变了变。顾兰芝也从社科院赶回来了，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目光炯炯的盯着我。还有几个我不太熟的亲戚，2叔顾明远一家，3叔顾明达一家，以及顾衍周的堂妹顾以柔。所有人都在，而且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的落在我身上。
上一次我来这里吃饭，这些人的眼神像是看到了什么碍眼的东西，恨不得我立刻消失。今天他们的眼神变得复杂了，有好奇，有审视，有惊讶，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忌惮。来了就坐吧。沈丽华抬了抬下巴，语气比平时柔和了那么一两分，但依然端着架子。顾衍周替我拉开椅子，等我坐下后才在我旁边落座。这个小小的举动落在众人眼里，引发了一阵微妙的沉默。顾衍周以前是绝对不会给苏乔拉椅子的。苏乔，听说你今天在公司大出风头啊？顾以宁率先开口，语气酸溜溜的，7国语言同声传译，好厉害哦！怎么以前都没听你提过？以宁，顾衍周淡淡开口，吃饭，我就随便问问嘛。顾以宁撇了撇嘴，但碍于大哥的威严，没有继续追问。沈丽华轻咳一声，用公筷夹了一块鱼肉放到我碗里。这个动作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要知道，以前吃饭沈丽华是从来不会给我夹菜的。多吃点鱼对身体好。沈丽华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毕竟端了3个月的架子，一下子放下来也不容易。谢谢妈。我道了谢，安静的吃鱼。饭桌上安静了几分钟，顾兰芝忍不住了。她放下筷子，身体微微前倾，用一种学者特有的认真表情看着我。苏乔，你的塞尔维亚语是在哪里学的？我刚才听了一段你的翻译录音，发音非常标准，甚至带了贝尔格莱德的口音。你在塞尔维亚生活过？没有。我摇摇头，我是自学的。自学？顾兰芝瞪大了眼睛，学到能做同声传译的程度？这怎么可能？我用的是一位塞尔维亚语言学家编写的教材，配套有音频资料。学完基础语法之后，我找了一些塞尔维亚的广播节目和影视剧来练听力，再后来在网上认识了几个塞尔维亚的朋友，跟他们语音聊天练习口语。我说得很平静，像是在叙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座的所有人都听傻了。那其他几种语言呢？日语、韩语、土耳其语？顾兰芝追问道。日韩语是因为我奶奶是朝鲜族人，小时候她教过我一些，后来我自己系统学了2年。土耳其语纯粹是兴趣，有段时间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读了很多相关文献，就顺手把语言学了。德语和法语是上学时候学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后来慢慢提升到专业水平。我说完这段话，整个饭桌安静了足足10秒钟。二叔顾明远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三叔顾明达张着嘴忘了嚼菜，顾以柔的眼睛瞪得像铜铃。顾以宁的脸色则一阵青一阵白，手里的叉子在牛排上戳来戳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兴趣，顾兰芝喃喃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然后忽然大笑起来，笑声畅快淋漓，好一个顺手把语言学了。苏乔，你知道我社科院里那些研究生，光是塞尔维亚语的语法就要学2年，还说不利索。你居然用顺手2个字。兰芝姑姑过奖了，我就是学东西比较快而已。不是比较快，顾兰芝认真的看着我，是非常快。苏乔，你有兴趣来社科院工作吗？沈丽华放下筷子，语气不轻不重地打断了顾兰芝。兰芝，苏乔是我们顾家的儿媳妇，去你那儿上班算怎么回事？传出去，人家还以为顾家养不起媳妇呢。顾兰芝挑了挑眉，识趣的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但这顿饭的气氛已经彻底变了。以前的家庭聚餐，苏乔坐在角落里像个透明人。今天的家庭聚餐，所有的话题都围着他转。
虽然他们嘴上还没放下架子，但眼神里已经没有了轻视。吃完饭，佣人端上了水果。顾以宁忽然站了起来，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嫂子，他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僵硬，但好歹还是叫了。今天的事算我小看你了，这杯酒我干了，当我赔罪。说完，他仰头把一杯红酒灌了下去，动作快得像在灌白开水。顾以宁是谁？她是顾家的小公主，从小到大被捧在手心里长大，从来只有别人给她道歉的份，哪轮得到她给别人道歉？今天她这一杯酒，算是把姿态放到最低了。我站起来，端起自己的果汁，也喝了一口。以宁客气了，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赔罪不赔罪的。顾以宁喝干了酒，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酒精上头还是不好意思。他放下酒杯，忽然凑近我，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嫂子，我哥这个人嘴硬心软，以前对你不够好，但他其实很在意你的。今天他在公司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你换鞋，以前他对哪个女人这样过？连沈若琳都没有。说完，他对我眨眨眼，转身回了座位。我微微一怔，转头看向身旁的顾衍舟，他正端着茶杯听二叔说话，侧脸的线条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仿佛察觉到了我的视线，他偏过头来和我四目相对。怎么了？他问。没什么。我收回目光，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弯了起来。家庭聚餐结束后，沈丽华破天荒的没有让我帮忙收拾，而是让佣人去做这些事。他拉着我在客厅里坐下，开始问东问西。你刚才说的那个朝鲜族奶奶是你外婆吗？她还在世吗？你学这些语言花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诀窍？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想不想继续深造？问题一个接一个，亲热的像是换了个人。我被他的热情弄得有些招架不住，只能一一回答。顾衍舟坐在一旁，手里捧着一本书，看起来注意力全在书页上。但我注意到他很久没有翻页了，嘴角还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他在听他的母亲第一次真正和他的妻子交谈。盛庭集团内部的气氛在这几天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茶水间里的话题永远是顾总娶了个乡下女人，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现在变成了你们听说了吗？顾太太会7国语言，连韩国人都被她折服了。以前同事们看到我都会避开目光，现在他们老远就热情的打招呼，亲切的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真心服气，林薇就是其中一个。那天会议结束后，林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把桌上的文件全部扫到了地上。文件夹摔裂的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他深吸了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若琳姐，是我。电话那头传来沈若琳慵懒的声音。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太高兴。你今天没来公司，错过了一出好戏。林薇咬着牙说，那个苏乔，他居然会7国语言。今天的外宾访问，他一个人做了全场的同声传译，所有人都被他镇住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7国语言。沈若琳的声音冷了下来。你确定？我亲眼看见的。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日语、韩语、法语、德语、英语轮番上阵，一次卡顿都没有。连韩国的金会长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林薇越说越气，你不是说他就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吗？土包子会7国语言？我也是听人说的。沈若琳的声音恢复了平静，
但平静里藏着一股寒意，谁知道他藏得这么深？现在怎么办？顾总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林危急的声音都尖了，今天顾总当着所有高管的面给他换鞋。单膝跪地，你见过顾总对哪个女人这样？电话那头的沈若琳握紧了手机，指节发白。他认识顾衍周8年了，从大学时期到进入职场，他用了无数方法接近他，讨好他，但他始终若即若离，把他当一个有用的合作伙伴。他以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冷情冷性，不会为任何人弯腰。可现在有人告诉他，他在所有高管面前单膝跪在地上，给那个乡下女人换鞋。若琳姐，林薇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我知道了。沈若琳的声音冷静的可怕。下周我要去盛庭做专访，到时候会会他。林薇眼睛一亮，你有主意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沈若琳笑了一声，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种志在必得的自信。7国语言也好，8国语言也罢，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区别。我要让他知道，顾衍周身边的那个女人只能是我。挂了电话，林薇的心情终于好了一点。沈若琳的手段他是知道的，这个女人能从一个小记者爬到财经周刊首席的位置，靠的就是脑子够用，手腕够狠。有他出马，那个乡下来的苏乔还能翻出什么浪花？外宾访问结束后没几天，盛庭集团的股票涨了3个点，原因是多方面的。会议很成功，东南亚分部的落地计划推进顺利，几家国际媒体对这次访问做了正面报道，其中韩国《每日经济新闻》的金会长还专门在专栏里提到了盛庭集团，用了一个颇为戏剧化的标题：当釜山话遇上中国翻译，一场跨文化商务谈判的完美范本。在这篇文章里，金会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天的场景。他故意用釜山方言说了一句只有地道韩国人才能听懂的玩笑话，结果中方翻译不仅听懂了，还用同样地道的釜山话回了他。他写道，在那一瞬间，谈判桌上的隔阂消失了。那个翻译不只是翻译了语言，他翻译了文化、信任和诚意。如果中国多一些这样的语言人才，中韩之间的贸易摩擦或许都能少一半。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后，在国内商业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都在打听那个会7国语言的翻译是谁，结果查出来是盛庭集团总裁顾衍周的太太。这下好了，夫妻双双上了财经新闻。商业奇才娶了个语言天才，这什么神仙组合？顾衍周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吧？老婆又漂亮又有才，酸了酸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势均力敌的爱情吗？网络上的评论铺天盖地，顾衍周的手机被各种祝贺消息轰炸的没电了好几次。他面无表情的冲上电，继续看邮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陈瑞注意到，老板今天换了新领带，那条暗蓝色斜纹的领带是夫人上周逛街时给他买的。所以说，铁树开花，谁也拦不住。